随着他们魏公子的大喘气，一同紧张了几个呼吸的门生也无语了。江澄咬牙道：魏无羡，你给我正常点。魏无羡奇怪道：我怎么就不正常了？蓝湛他飞得真的很快。不过……江澄又紧张起来，唯恐蓝氏有什么动作。不过什么？魏无羡仔细回想着，我们回来时，蓝湛飞得可慢了。顿了顿，又道：非常慢。我们50方过便出发了，就算蓝湛他没吃饭，也不可能这么慢的。江澄鼻子哼出一股气：我看是你太沉了，他带不动。魏无羡道：滚滚滚，老子很苗条的好吗？江澄损他：得了吧，吃的比猪都多，整日晃晃悠悠懒懒散散的，还苗条呢。魏无羡心觉不妙，正要反驳，果然江澄又道：昨日你答应帮我处理事务，却又独自跑去云深不知处玩闹，今日你不把他们处理完，就别想着回房睡觉。秋日天渐短，早早的变黑了天，莲花坞民风淳朴，傍晚之时夜市便摆上了。门生无事之时也常去街上闲逛，吵吵嚷嚷的能闹到半夜。魏无羡百无聊赖地坐在江澄旁边，双眼无神，盯着窗外银星点缀的夜空，听着外面从喧嚷到静谧。简而言之，一个字儿都没看下去。江澄倒是认真，自己翻着一堆堆书卷看着，时不时还把魏无羡提溜起来，强迫他看几眼。一来二去，效率竟比往常还要低不少。魏无羡絮絮叨叨：江澄、江婉英、江小宗主，饶了我好不好？我好困啊。江澄算算时辰，也有意放魏无羡出去，再这么下去，两人都没好。他道：还不到丑时，你困什么？魏无羡笑嘻嘻：看见字我就困啊，不然你放我出去玩玩，丑时我定准时回房休息。江澄的脸又黑了半边，虽然伤敌1000自损800，可依旧把魏无羡留下来，继续相互折磨。想得美。就这样，魏无羡玩着，江澄处理着事务。待到丑时将近，江澄侧头见魏无羡直棱着脑袋，眼睛眨了眨，又眨了眨，缓缓闭上，然后消失不见。江澄一惊，他旁边那张小案空空如也，魏无羡就这么在他眼皮子底下没了。不会真掉下去了吧？今日 MVP 魏无羡，今日一血江澄。信了信了，老子真的信了，还是你们会玩。云深不知处，蓝忘机半夜睁眼，忽觉不妙，习惯性的伸手，果不其然将大叫着落下的某物接了个满怀。魏无羡昏昏欲睡，被突如其来的失重感吓得大叫出声，随即腰上一紧，背后一暖，温热的触感传来，减缓了下坠的力道。魏无羡睁眼，果真又瞧见蓝忘机一张庄严凝重的漂亮脸蛋。魏无羡打招呼：韩光俊，好巧啊，又遇见了。魏无羡扫视了一眼净室的摆设，叹气道：该不会往后每日都要来这么一遭吧？蓝忘机僵着，半晌才吐出一句话：叔父与兄长也如此猜测。魏无羡有些不信：你叔父？蓝忘机道：叔父只是提出此事，并未认同，兄长也只是猜测。哦。魏无羡点头。话说，你叔父住的离我们远吗？蓝忘机似乎也猛然想起了什么。不远。魏无羡问：我方才叫的那声响吗？蓝忘机答：响。两人对视半晌，似乎能从对方眼中瞧出某些共情的惊悚之感。门外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听着较昨日似是少了许多，唯两人而已。魏无羡还有心思瞎想，心中读了段话本的旁白：这两人必定非富即贵，身份低不到哪儿去。须臾，门开了，蓝启仁与蓝曦臣并肩踏入，一眼便瞧见了床榻之上衣衫不整的蓝忘机与穿着还算完好的魏无羡。并不想再看到此景的蓝启仁嘴角抽了抽，还当真要每日都来。头一次见到此景的蓝曦臣心道：可百闻不如一见。蓝启仁感觉魏无羡似乎天生和他犯冲，不知他如是想，经历这2晚，连魏无羡本人也有些心疼蓝老先生了。此时他趴在蓝忘机身上，自己倒还好，这一晚上他没往别处跑，光顾着反抗自家师弟的压迫了，衣裳还算整齐。蓝忘机应当是已经歇下了，只着一件白色里衣，经方才那么几番动作，领口敞开，胸膛露了大半。
魏无羡的手按在那处，指尖触碰到的皮肤有些发烫。他低头与蓝忘机对视，蓝忘机有些别扭地移开目光。魏无羡又上去摸了2下，硬硬的，很有弹性。他咂巴2下嘴，发出啧啧的声响。蓝忘机耳根红得通透，又身子僵硬不能动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此时魏无羡与蓝忘机2人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。下面那个身子半撑，衣衫不整，上面那个对下面的上下其手。这情景莫名让旁人联想到了山间土匪与被那土匪绑回去的压寨夫人，而此时的旁人只有压寨夫人的兄长与叔父，2人目瞪口呆。蓝启仁也顾不得家规了，怒吼：魏婴！魏无羡被他这一声叫回了神，才想起来竟是里面还有2人，但好在他脸皮厚，丝毫没有被旁人围观的尴尬，慢悠悠地从蓝忘机身上爬下来。行过礼后，魏无羡道：泽无君，蓝老先生。顿了顿，他又道：不好意思啊，方才把你们忘了。2人无语。蓝启仁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向蓝忘机叮嘱几句，便离开了。蓝忘机已将昨日之事汇报给他，他也知眼前这2人须得同床共枕，才能避免魏无羡再度掉下来。再待下去，他许是能被魏无羡给气死。蓝曦臣目送他叔父离开，又扭头看了看床榻上的2人，深觉自己此时留在净室也是多余，不过有些事情应当还是该嘱咐一下。他这个弟弟自己是最了解的，虽说往常古板守旧，但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是最为执拗的，一不小心触犯家规也犹未可知。而魏无羡则生性不羁，又偏爱招惹他蓝忘机，若是当真被不小心失控的他弟弟给……蓝曦臣道：忘机。蓝忘机看他。蓝曦臣道：好生招待魏公子，不得于礼。蓝忘机点头。忘机知道。魏无羡奇怪，往日他欺负蓝忘机欺负得起劲儿，这泽无君为何不嘱咐他？魏无羡指指自己，迫不及待地问：泽无君，我呢？蓝曦臣道：魏公子，保护好自己。不要招惹忘机。哈？毕竟狗急了跳墙，兔子急了会咬人，他弟弟急了能干出啥事儿他也不知道。蓝曦臣追随他叔父的脚步离去，徒留面色莫测的蓝忘机与满头雾水的魏无羡在净室内相顾无言。2人沉默半晌过后，蓝忘机见时辰晚了，便向外挪了挪身子。不早了，睡吧。魏无羡想不通蓝曦臣是何意，也不再纠结，见蓝忘机给他腾地儿，想起自己昨晚似乎也是在此入睡，一睁眼便到了侧室那边，于是道：我去那边睡，韩光君你睡你的，不必管我。魏无羡正要起身，蓝忘机抬手将他拦下。魏无羡疑惑：还有何事？昨晚并非你想的那样。蓝忘机道：你昨晚并非仅掉下来一次。蓝忘机一点，魏无羡便懂了，定是眼前这位韩光君见自己霸占了他的床，便自觉抱了被褥去别的地方睡，结果自己锲而不舍地往下掉。不会往后当真要每夜都与蓝湛同床吧？想到蓝忘机那嫉恶如仇，每日不与自己吵一吵都难受的性子，魏无羡拍拍他的肩膀：韩光君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魏无羡觉得蓝忘机可能读书读傻了，太奇妙了。他云梦魏无羡躺在净室的床榻上，旁边还搁着个死对头蓝忘机，2人并卧，相安无事，并未打闹，并未争吵，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未曾说过。这不对劲儿啊！前一晚2人分房而睡，就算他半夜3更锲而不舍地往蓝忘机身上砸，可他睡得死，因此也未能与人吵起来。今夜如此正常，他反而不自在起来，有些类似于暴风雨前的宁静。魏无羡心里发慌，生怕蓝忘机突然发难。魏无羡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在被窝里面搞出的动静反而引起了蓝忘机的注意。蓝忘机默默任他胡来许久，终是忍不住道：魏婴。他这一出声，魏无羡被吓了一跳，猛地坐起身，摆出防御姿势。干嘛？蓝忘机声音比方才稍弱：你无法入眠吗？魏无羡一怔，恍悟自己似乎冤枉了韩光君，再往身上看看，如今这尾白鹤亮翅的姿势实在滑稽。他干笑2声，又钻回被窝里面。是睡不着。蓝忘机问：何故？
因为在想你为何不与我打一架。这话他说不出口。两人静默半晌，魏无羡道：蓝湛，咱们两个还是打一架吧。蓝忘机不可能顶着家规任由魏无羡胡来，当真与他干一架，此后便再未搭理他。魏无羡自己呆着没意思，不过一会儿便入睡了。